一个比鱼还小的抄网竟然有如此的魅力。抄网所到之处，鱼儿纷纷选择在水里躺平，紧接着就要投入抄网怀抱之中。无论河中的鲤鱼、鲫鱼、罗非鱼等，无一例外都成为渔民捕捉对象。就算是10几20斤的巴沙鱼，也抵挡不住抄网的魅力。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疯狂的捕鱼人。这里是越南的一条小河流，刚开局，一条体型不错的巴沙鱼就选择在河中躺平。船只的后方便有一位渔民进行协助，只需要将鱼抱入船舱内，便是他今天的工作。这样的工作简单又轻松，只需要在2米开外等待鱼儿浮出水面即可。当鱼儿沉醉于抄网魅力的时候，立马跑过去将其抱住。这条河流虽然不大，但孕育出来的鱼儿体型确实不错。一旦被抄网锁定的鱼儿，立马失去原有的活力。凡是这种比抄网大上几倍的鱼儿，只能由渔民进行协助。可见这条巴沙鱼的体型并不小，没有10斤也有7、8斤。作为带头的大哥，继续拿着抄网在河面扫射，凡是撞到抄网的鱼儿都甘愿低下昂贵的头颅。能被抄网捞上来的鱼儿绝不会用手去抓，较大的鱼只能由辅助渔民进行协助。渔业资源确实让人羡慕。这里不是鱼塘，也没那么多剧本，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，就能让你回忆80、90年代当初的渔业资源。曾经的我们也像他们如此的疯狂。当然，这里是国外合法的捕鱼区，国内是明令禁止的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这里的巴沙鱼不仅多，而且非常的大，这是他们目前捕获到最大的一条巴沙鱼，看体型目测至少也有10斤往上。就算是在岸边草丛中的鱼儿，也经受不住抄网的魅力，纷纷在水中翩翩起舞。凡是被抄网迷惑住的鱼儿，都会被渔民抱入船舱内。船只才行走10几米远，船舱内已经装满了大量的渔获。从浑浊的水就知道水底的鱼经历了啥挫折。辅助渔民只能在水中搜索渔获所在的位置。抱上来的巴沙鱼体型确实没让他们失望，经不住诱惑的鱼儿会浮出水面喘气，这更好的让渔民锁定渔获所在的位置，同时也为自己进行更麻痹的诱惑。凡是被诱惑致晕的鱼儿，只能在水中躺平，任由渔民摆布。半个钟左右就装满了整个船舱，这些鱼将会为他们带来不少的经济来源。有些渔民会选择在更小的河流域里捕鱼，就算是在水草丛生的流域里，都要进行搜索一番。卡在水草之中的小鱼只能下船捕捉。搜索过后，一条未知名的鱼到手了，看样子像一条蛇头鱼。紧接着利用抄网继续在河中搜索渔获所在。就算在长满水葫芦区域里的鱼儿也难逃一劫，最终还是被有雷公之称的渔民用抄网降服。被捞上来的鱼会出现呼吸困难还有抽搐的现象。抄网所到之处，水里的鱼纷纷浮出水面翩翩起舞。这不是当地渔民独有的一种技能，是抄网自带的一种魅力。捞上来的是一条2、3斤重的罗非鱼，抄网刚进入水中，水下的鱼开始躁动不安。5秒钟不到，一条体型不错的鱼又到手了，直接在河中捞鱼。这种技能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使用的，但对于当地渔民来说，使用这种技能捕鱼已经非常普遍了。最主要，它捕鱼的效果非常的明显。抄网随意一捞就能将比手掌还大的罗非鱼捞上船内。为了防止捞上来的鱼被太阳暴晒，在岸边采摘几片芭蕉树叶用来隔挡紫外线。就算只有几两的鲫鱼，也要将其捞起。一些体型较大的鱼儿挣扎就比较激烈，不过坚挺不到2秒就回归平静。此时渔民捞起鱼来就方便快捷。不过这种技能会对鱼的身体机能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坏，在水草丛生的流域里捕鱼就相对比较困难。一旦捕获到鱼，抄网此时也发挥不到它的作用，它们只能下水进行搜索。失去活力的鱼抓起来相当简单，一条比巴掌还要大的罗非鱼又到手了。抄网一出手，无论河中的大鱼小虾都会进入梦乡。沉入水底的鱼儿只能用手进行摸索，连小蛇头鱼也一同捕捉上船。用抄网捕鱼的效果确实惊人，最终还是归结于他们这里的鱼类资源实在太丰富了，这不是他们独有的一种绝技，一切归功于现代科技的力量。被抓上来的蛇头鱼也非常的蒙圈，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，就直接进入了梦乡。1米开外的鱼儿一旦感受科技的力量，就立马跳出水面逃之夭夭。但在1米范围内的大鱼小虾都会瞬间进入梦乡，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这种捕鱼方法如同在河里捞鱼，有了现代科技的加持，渔民捞起鱼来越发过瘾。一旦捞上来的鱼进入船舱内，短暂进入梦乡的鱼儿会从梦中惊醒。整个捞鱼的过程非常的精彩。一旦渔民手上的抄网一出手，河中凶猛的渔获开始在水中翩翩起舞，每打捞一条鱼都为他们带来一份的经济来源。在河中捞鱼比起在市场里买鱼来得快，这种捕鱼的方法在越南普遍存在，在国内是明令禁止的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不过这样的资源确实让人羡慕，曾经我们也有这样的资源，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
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